连战宇都亲口说严谨是好人，你还怀疑是严谨杀了战宇吗？萧，从情感上我愿意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但是这不能成为证据，你明白吗？那你有严谨杀人的证据吗？我相信严谨没有杀人。你可以相信他没有杀人，但是我也有怀疑他的权利。喂，小雨，你在哪儿？你好，你是战宇的姐姐吧？是。我是人民医院的护士，战宇现在在急救病房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小雨在医院。在这儿。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我是他姐。不用太担心，大部分是软组织挫伤，只是左手的食指有严重骨裂。现在昏迷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轻微脑震荡，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这我们不清楚，是他自己跑到急诊来的，一进门就晕倒了。哦，这是他的手机，你收好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肯定是严谨打的。严谨？我之前问他战宇在哪，他还说不知道。可他连衣服都没换过，肯定是严谨那个混蛋。小欧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等他醒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别急啊。小雨，姐，医生，麻烦你来看一下。傻孩子，还疼吗？目前看来没什么大问题，再观察一晚上，可以回家休息了。谢谢医生。小欧，粥好了。冯大哥，乐乐还一个人在家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这一个人行吗？没问题。谢谢冯大哥。别客气，好好养伤啊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小姐，来，你手还有伤呢，我喂你。姐，嗯，我妈她……你妈挺好的，已经开始化疗了。我跟她说你去外地演出了，回去就去看她。小雨，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没伤到骨头，一定会恢复的。小雨，姐，我想壶水。好，你等着。小欧，你问过战宇到底怎么回事了吗？我想问他，
但是我总觉得他在回避什么，还是等他伤好了再说吧。如果战宇真是被严谨打伤的，我跟他没完。那你还是觉得这事儿跟严谨有关啊？那天他当着我的面就打了战宇，小雨从那天起就没有换过衣服，那还能是谁干的？小欧，以我对严谨的了解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，他敢当着面打人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没准儿战宇在外面真的惹什么祸了。不可能，战宇天天不是在学校、医院，就是在我这儿，他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？小欧，你是把人真的想得太好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忘了小雨之前骗过你的钱，你也见过他打架的样子，你能说这不是战宇吗？那我点到为止，你等他好一点，好好跟他谈谈。啊。别杀！兄弟们，别杀！别杀！行，求求你们，哎呀，行，别杀！别杀！别杀！行，别杀！不要杀！小雨，是我，做噩梦了是吧？没事，有姐在啊，睡吧。小欧，你给我下来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不来就发现不了。你这么随随便便跟野孩子瞎睡觉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昨天晚上战宇他做噩梦，我哄他睡觉，不小心睡着了。我不听你解释，我就一句话，绝对不可以搞姐弟恋。一大早不想跟你吵架，你给我回来，赶紧把他给送走，以后少和这母子俩来往。我就纳闷了，你和你爸是怎么了？中了什么魔了？非得砸锅卖铁的帮他们？说够了吗？说够你可以走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小欧，你别犯傻，你帮他们能捞什么好处啊？被这种人赖上了，你这辈子想甩都甩不掉。你别想着你爸还会帮你。姐，我是不是应该跟阿姨解释一下？不用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
吃吗？妈姨做的寿司最好吃了。乐乐，你发芽现在可棒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别夸了，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给点阳光就惨了。战宇，谢谢姐。战宇，你姐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。战宇，你别搭理他。谁胡说了？你照顾战宇有多累，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。战宇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在外面惹什么事儿都行，但是你要是敢对不起纪晓鸥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你少说两句吧。战宇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？姐，我想下来走走。你腿还行吗？没事，我慢点。小雨老师，我扶你，慢点啊。乐乐真乖，慢点啊。我怎么觉得战宇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别瞎猜了，等他回头伤好了，我一定问清楚。你怎么下楼了？我好多了，也可以帮你干点活了。别，手怎么样了？好像没什么大碍。坐。上。要不要拉一曲试试？你看，我就说一定没问题吧。小雨，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了吗？这次受伤是不是还是严谨干的？姐，我的伤跟严谨无关，是他救了我。救了你？是我在外面惹了祸被人打，跟严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跟姐说实话，你在外面到底惹了什么祸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但是严谨他确实是个好人。好人？好人会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吗？我生日那天他把你打得那么惨，那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。是不是那20万你还没有还给他？不是钱的事儿。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严谨他真的是个好人，他跟那个小美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，他爱的人一直是你。战宇说话是坦坦荡荡，眼神也异常的坚定，而他的真心话让我心里一片凌乱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严谨这个人。
你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跟严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对不起，姐，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能说。等我忙过这段时间，我会把真相原原本本的告诉你，我发誓。那你骗过我吗？好，我尊重你，但我还是有句话要告诉你：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重要的是要勇于改正。我希望你好好珍惜现在眼前的一切，为了美琴阿姨，也是为了你自己。有任何困难一定要告诉我，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儿。姐，我知道了。最近我落下了很多功课，我想回学校好好补课，暂时就不来店里帮忙了。这段日子把你累坏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妈那边你也不用再去了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等忙过这段时间，我就来店里看你。行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姐，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做你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战宇，他走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伤，但笑容依然很清澈。以前做学徒的时候，跟着屠夫学杀猪，后来啊，还就套上这口。谁啊？不认识啊。也能认识他吗？哎，他不是那个似水流年咖啡店的打工仔吗？除了似水流年，你是再没见过他？没有。他的确是咖啡馆的那个打工仔，但他也是六子的手下 KK， 酒吧街出了名的小毒贩。你是真不认识他？还是跟我这儿演戏呢？刘总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以严总在梨园的地位和势力，怎么能有不认识的人呢？我是什么大小角色都得认识。接着打。这个 KK 就是内鬼，就是他跟警方通风报信，差点把我们连锅端了。
我怀疑啊，他还有个同党，就在我们这群人中间。但这小子嘴太他妈硬了，我是刀枪棍棒都撬不开。你是缉毒警出身，审讯这块肯定有好多招，帮我审审。不就是损失了一点象牙吗？何必这样大张旗鼓？大张旗鼓，必须大张旗鼓啊！内鬼啊，大哥！这是象牙那么简单的事吗？啊，外贼好多，家贼难防。这么多兄弟眼巴巴看着呢，我不杀一儆百，给他们好好立立规矩，我这以后队伍怎么带啊？刘子，这个 KK 啊，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拉小提琴的。瞧这双手，又细又长的，一看就是搞艺术的啊。哎，拉小提琴是用哪个手摁那个琴弦来着？大哥，大哥，我真不知道，大哥，大哥别帮我说事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大哥。KK 啊，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说，你要是再不告诉我你的同党是谁，你就得赶上去打鼓了。刘总，您肯定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不是内鬼，我没有通过。我说，我知道谁是内鬼。熊孩子，还是不想去打鼓啊？说，谁啊？是他，他是内鬼。刘子是内鬼。你指谁呢？你疯了吧你啊！大哥，造谣、污蔑，他之前进去过，他被警察一说服了。小子，看着我！我跟大哥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出过事儿。你现在说我，刘总你是不是想死？刘总啊，我跟着六子，他经常私底下偷偷卖您的货。交易的前2天，他给他女朋友买了新车，这钱你说哪儿来的？刘总，我真没骗您。我钱哪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诬陷我，你别信他的。我有证据，刘总，我之前跟踪他，他去跟警察接头，我偷偷录了音，就在我手机里，不信您看。污蔑我，纯属是诬陷。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。时间定了，伟哥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，他让我负责交货。地点呢就在小云县。这不是我跟警方说的话，我不可能跟警察说这样的话，大哥，别信他的。水产公司交钱，我回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。不是，你得相信我，大哥，你别信他的行吗？哪儿弄的录音？这是伪造的，知道吗？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！哎，站员，你迟到了。他去六子那儿去了，已经提前给我报备过了。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，六子和我负责交货。录音呢？原来这2年我短的货都是被你给卖了。大哥，是我承认，我错了，我下回再也不敢了。但是我发誓，我只是想挣点钱，我根本就没有背叛过你啊，大哥。谁是你大哥？
一直是你。刘总，柚子之前跟我说，他说他早晚有一天会取代你的。别老子他妈今天弄死你！别下去，把血放干，等会儿老子剁了他。 这么打脸，抓内鬼抓我自己头上来了。哎，云总，看笑话了啊！走走走。这小子怎么处理啊？把他拖出去，拿着。 别，大哥，我是冤枉的，大哥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妈还在医院里边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大哥。等等，刘总，这小子是个大学生，我怕他出了什么事儿，学校跟家长一定会报警。如果因为他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，有一点得不偿失。我说过什么来着？啊？你这对 K 还真就把他那溜给灭了啊！敢说出去一个字，你和你妈都得死。你收拾一下。酒呢？哎，严总，可以啊，刘总，定制款的 M1911，进口的吧？严总好眼力，当警察的时候没少研究枪械呀。勃朗宁设计的，这个枪很耐用，威力很大。它有一个唯一的缺点，就是手枪的握把过大，容易走火。刘总可要小心。还真被你说中了。刘总也是个痛快人，有什么话咱们直说。给你看点东西。你之前破了不少案子，这种地方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？刘总今天终于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。这厂子够大的，够野的。你是聪明人，这层窗户纸在你面前什么时候存在过？你费尽心思接近我们，不就是为了弄清楚这点事儿吗？可惜你们的行动失败了。
你的大哥没死成，真的挺遗憾的。我要是你啊，早都没心情演戏了。你说，这枪现在会不会走火？我算看明白了，什么 KK 是内鬼，这是扯淡。你今天叫我过来，就是打算把我给弄死。刘伟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兄弟，而你永远把我当成你的敌人。你弄死我可以，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小梅，我让你把枪放下。这事儿你别管。你们都出去。怎么，现在都没人听我说话了吗？都聋了，梅姐说话没听见呢。内鬼已经揪出来了，这出戏码可以收场。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不是内鬼。这次交易失败，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。如果还不能及时把货送到吴峰手里的话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这一点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现在，能帮我们把货顺利送出梨园的，只有严姐了。你杀了他，是要自绝后路？你信了他，那才是自绝后路。严姐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选择你这个人，谈的是生意，不是感情。所以这次，如果你骗了我，那我们也只好同归于尽了。你想赌是吧？你不想跟我一起？我陪你。这个是咱们最新研制出来的一批货，刚好还没有人验过。严总，帮咱们验验货吧。哟，醒了，昨晚又喝多了吧？喝酒不带我跟二子，不够意思啊！你们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执行任务呀。
朝自己兄弟开枪！儿子，你个两个笨蛋！给我来个烟呗。就惦记着抽烟，有烟没？没带，找找。火机呢？打火机呢？哎，在呀。丢了啊？火机呢？好好找找。上哪儿去了你？来，打针，谁打？给你打。严谨，严谨是谁？严谨，如果你骗了我，那我这枪现在会不会走火？能帮我们他是会有可能挺过去的。什么事儿我老兄弟才听到能确定他不是内鬼。那天起，我开始跟毒品打交道。刘伟每天变着法的让我吸毒，他是想用毒品彻底控制我。你既然都活得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把制毒工厂的具体信息透露给禁毒支队啊？哎呀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的制毒工厂，我也不知道刘伟每天给我吸食的毒品里还加着什么其他的东西。我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产生了意识混乱，头一天发生的什么事儿我记不清了。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，严杰？你的意志力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我怎么又跟你开玩笑了？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，是被关进来以后慢慢拼凑的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不敢保证我全部记得。那你亲眼看到了六子的尸体被埋在制毒工厂的里边吗？没有看到。要是让我猜啊，应该是的。照护支队，找到了。立刻送去化验，3天之内把结果给我。是。
妍姐，妍姐，你来干嘛？你怎么了？这不会。这是什么？你吸毒啊？像我这样的瘾君子，在惦记我干嘛？走啊！我让你走啊！喂，好。喂，季晓，是不是疯了？知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？滚！滚！从今往后，你是死是活，跟我再也没有关系。自从战宇对我说了那些话后，我就莫名其妙对严谨重燃了一丝希望，也幻想着他就是我曾经爱着的那个严谨。而当我亲眼看到他吸毒时，那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碎了。我发誓，我要彻底忘了他。严谨吸毒？你没搞错吧？他之前可是缉毒警啊。我也希望我看到一切不是真的。那他跟小美人那帮人在一起，不会也是在搞毒品吧？这事儿不能乱讲啊。是战宇通知你去看严谨，那问题战宇怎么知道严谨吸毒的？战宇该不会也吸毒吧？绝不可能。战宇在我这儿住这么长时间，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。至于他怎么知道的，可能严谨吸毒的事早就被别人知道了，他只是听说的。那他还让你去看严谨，这不合逻辑啊！这战宇最讨厌严谨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再说了，我现在1秒钟都不想浪费在那个人身上。咱们说点开心的事吧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你们打算怎么过？当然是跟你一起过啦。我早就想好了，咱们可以在店里搞一个跨年 party。哎，这主意不错啊，大家可以热闹热闹。再说了，这员工辛苦1年了，正好可以放松放松。对 ，party 你也拿手，你来设计，我来布置。没问题。哎，需要我做什么你告我，采购啊什么的。到时候你就把乐乐带来就行了。乐乐肯定高兴死了。战宇来不来？我之前问他了，年底啊学校事儿多，他肯定是来不了了。这新年大家都忙着过节，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而且 party 就是人多热闹，我还想让他演奏几曲呢。他有时间还得去医院照看他妈呢。那把阿姨一块儿叫过来不就行了吗？
你就给他打电话说我们都想他了，让他务必到场。喂，小雨，学校的事忙完了吗？差不多了。那你还是带着阿姨一起来店里跨年吧，我们好久都没见了，大家都想你了。我也挺想你们的，姐。可是今晚我已经有安排了。哦，那你们忙完晚点过来，咱们一起跨年。我这边结束已经很晚了，我就不去了。你们好好玩。好，那你先忙你的。放假了，有时间一定来店里。一定的，姐。那我先挂了。这个战友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帮他把伤养好了，他就不来了，真把你当小妈了。回头他来店里，我得说说他。你赶紧干活吧，还有一堆活没忙完呢。没有，谢谢。乐乐，怎么样？漂亮吧？啊？好漂亮啊！老冯，哎，新年快乐！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哎呀，来坐。坐吧。坐。哎。小欧，这乐子这两天有点感冒，今天吃了感冒药，有点困，要不我带他先回去，你们接着玩啊？还是一起跨年吧，要不先让乐乐上楼睡会儿。我怕他这一熬夜啊，病得更厉害。就是，这里这么闹腾，他怎么休息啊？而且我刚摸他脑袋，还有点热呢。是啊，我就怕这个。那行，乐乐先回去吧。行。哎，那晚上要烧起来，你一个人行吗？啊，没问题。走，乐乐。阿姨，今晚你去我家玩好不好？你还没去过我家呢。乐乐，听话啊！方阿姨还有别的事儿呢啊，咱们走。乐乐都邀请你了，你就去吧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一块儿回去了。没有汗了吧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拜拜。拜拜。
萌萌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2018年过去了，这一年里，围绕在我心上的人，到头来没有一个在我身边，孤独结结实实地包围着我。其实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，挽不回的遗憾，触不到的梦想，忘不了的爱情。这大概才是真实的人生吧。想到新的一年已经到来，我还是满怀憧憬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做回那个潇洒不羁的纪晓。骗我吗？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在了，哥，你醒醒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醒醒！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滚！哥，你真吸毒了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还想害我害得不够惨吗？之前是我一时心急，我做错了事儿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配合你。你还能怎么配合我？刘伟已经不信任你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该怎么做？我都听你的，哥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哥。我一定好好配合你，你帮帮我，哥。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哥。进来的，怎么给我滚？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。滚！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哥。你给我个机会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
真的知道错了。这条路绝对安全，可以顺利把货带出梨园。都是山路，路不好走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容易脱身。稳妥起见，还是先找人探探路吧，做到万无一失再行动。行。那至于出了梨园以后具体怎么走，就听刘总的指挥吧。那我们的货怎么伪装呢？我的1/3在我爸的物流公司一直有专门的货车配送海鲜，进出货记录都很干净。我们可以在货车厢里做一个夹层，这个车经常出入梨园，跟检查站那帮人都很熟，他们一般也不会查我的车。货在我的车上，出了什么事儿也有我顶着。刘总，你安心了吗？那就这么定吧。好。那我们定哪一天啊？吴峰让大师正算着呢，应该这2天就有结果了。好，那我先找人把车改装了啊，先走。脱引袭来，我感觉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撕咬我的身体，尸骨的疼痛，牙齿裂开，骨头断掉。5脏6腑被撕扯，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绝望。远景开门。严姐，严姐，这不会。这是什么？你吸毒？像我这种瘾君子，你还惦记我干嘛？纪晓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？从今往后，你是死是活，跟我再也没有关系。
老冯。啊。进来吧，不用唤醒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，老冯？严姐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沾这玩意儿的？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？那身衣服我早就给扔了，我不像你那么执着。严姐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有数的人，你再混，你有底线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堕落成这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这一步，可能是钱多少的吧。我早就想好了，人固有一死，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你也不用管我了，你全当不知道，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。干嘛？给我去戒毒所，走。我不去。对不起，老冯，但我的事儿真的不用你管。我还有事儿要忙，请回吧。1/3餐厅的海鲜运输车携带毒品，车牌号是云 TTS 386，1月3号上午11点38分进行交易。你是谁啊？喂？喂？下一站在泸溪县出口处。泸溪县出口处。走啊！狡猾的刘伟不断变换着路线。我也不知道最终去向哪里，我始终能看到后面有车辆尾随，他们不断更换，但我知道那是警方的车，是我回归的希望。经过2个小时的颠簸，我最终顺利到达交货地点。裴总，欢迎欢迎。吴总久等了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。我用没用脱光了给你搜啊？哎呀，好了。还想破坏？快走。
青龙，财气喜重重，求谋百事全，横财也兴隆。哈哈哈哈。大师给我算过，今天啊是吉星高照，万事顺心，一点都没错。跟吴老板合作就是痛快。哎，严总，你可是我的贵人啊！哎，哪里的话，是吴老板您瞧得起我。严总太谦虚了。哎呀，这话慢慢聊啊，茶要趁热喝。哎，行，梅总，咱们以茶代酒庆祝一下，祝我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这次交易结束后，我还有其他人要介绍给你。
剩下的事儿，赵警官应该都清楚了。好吧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这就完了？完了，把人带回去了。纪晓知道战宇已经死了吗？头，接到群众举报，在万方北里一个高档小区发现了尸块。死者的 DNA 和战宇的吻合度达到了90%多。据说他生前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小提琴手。通过调查，死者衣物里发现的打火机属于一个叫严谨的人。此人是本市1/3海鲜餐厅的老板，也曾是名缉毒警。这个严谨涉嫌一起特大贩毒案，刚刚被抓，目前被关在梨园一看。在你眼里，詹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跟纪晓都被他楚楚可怜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骗了。在你心里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。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。没有詹宇，就不可能出现现在这个局面。你觉得严谨会杀詹宇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战宇是被情杀的？他喜欢你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特别恨他？我当然恨他。那天晚上我确实失误，我每一拳都是在发泄，我真恨不得。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？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，我没有答案。